在2022这个时间点，如果想要把笔电的规格拉满，你会想要哪一些配置呢？是12代的 Intel， 插满了 DDR5， 一块好萤幕，还是30系列显卡呢？邦尼手上的 G176 就是一台规格点很高的效能机种，搭载的是目前非常强势的12代 Intel Core i9-12900HK， 搭配上 32GB DDR5 的 RAM，1TB 的 PCIe 4.0 SSD， 以及满血版的 GeForce RTX 3080 Ti 显示卡。屏幕上只是搭配了 4K 120Hz， 不过究竟实际表现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看到外观，今年的 MSI Raider G176在页面上采用的是大面积的雾面金属上盖，搭配上 MSI 经典的立体龙盾以及肌肉感比较强的两侧设计，而两侧的转轴应该是为了塑形，所以采用的就是塑胶了。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前面这一条 Mystic Light Bar 的灯条，一般没有点亮的时候就是低调的亮面拼接，可以勾勒出机身的边缘，而点亮的时候就是整条的 RGB。G176 整体的风格还是比较偏向 gaming 的。而在 I/O 接孔上 ，G176 左侧提供了包括一个 USB-A、一个 USB-C 以及一个 3.5mm 音讯接孔。后侧部分则是一个 Mini DP、一个 Thunderbolt 4、一个 RJ45 网络接孔，以及最高支援 8K 60Hz 或 4K 120Hz 的 HDMI 2.1。最后是电源接孔。重点是右侧还有，分别是2个 USB-A 以及一个 SD 读卡机。如果是创作游戏两用的朋友，标准尺寸的 SD 读卡机还是会实用许多。MSI 的机器都还是有个 DNA， 就是在 I/O 接孔上都塞得比较足，一般尺寸的 SD 读卡机也非常的方便。毕竟这么强大的机种，应该也是有很多专业用户入手的。而在重量上 ，G176 单机大约3公斤左右，加上330瓦的原厂变压器后，大约落在4.2公斤。毕竟效能拉满，重量也会跟着上去嘛。上盖同样可以用单手开合，底部同样也有比较厚的垫高胶条，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散热。打开后，我们看到 B 面，采用的是大家都熟悉的3边窄、下巴宽的设计，顶部拥有视讯镜头。屏幕上采用的是一块表现不错的雾面17.3寸、4K 120Hz 的 IPS 显示器。透过大家熟悉的 MSI True Color， 同样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选择对应的色域模式，提供了包括 sRGB、Adobe RGB 以及 Display P3 3种模式选择。经过邦尼实测，在 Display P3 模式下，可以达到100%的 sRGB、87%的 Adobe RGB 以及98%的 DCI P3。重点是平均 Delta E 达到了 1.22， 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以下邦尼提供所有模式的测试结果供大家参考。虽然是 Gaming 定位的机种，不过邦尼自己还是会期待，如果搭配的是16:10的萤幕，在专业需求、剪辑、多工上的体验还是会舒服一点。亮度表现部分，邦尼实测室内最大亮度落在460到470尼特左右，以 LCD 表现来说是前段，对于一般室内使用场景来说没有问题。经过邦尼实测，也可以成功在 Netflix 中点灯 HDR 串流。顺带一提 ，G176 并没有支援指纹或是脸部辨识，这是稍微可惜的地方。接着我们看到 C 面 ，G176 的电源键在键盘的右上角，具有指示灯的设计。键盘上同样具有心灵效能加成的单键 RGB， 每个按键都可以客制化，也可以跟刚刚提过的 Misty Light Bar 搭配，心灵加成效能直接翻倍。不过键盘区的 RGB 亮度不算高，但 Light Bar 的表现就很不错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G176 拥有全尺寸的方向键以及独立数字键，组合在一起的稀有之选，用起来就是比较舒服。键盘的手感也很不错，回弹的力道是比较足的。以下邦尼也提供一段收音供大家参考。而在触控板部分，大小和触感就相对中规中矩了，位置相对偏左。如果环境允许的话，接上滑鼠还是比较好的选择。快速看完外观之后，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重点，也就是 G176 的效能测试。邦尼手上的 Raider G176在效能上同样是拉满的表现。首先看到 CPU 的部分，搭载的是目前表现非常强势的 Intel 第12代 i9 处理器。12代 Intel Core 的表现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真的强，
甚至有反超前几代桌机平台的表现。邦尼这次实测的 Raider G176搭载的是 Intel Core i9-19000HK， 同样是 Intel 第12代处理器登场的混合式架构，采用 Intel 7的制程。12代最大的重点就是引入了 P-Core 以及 E-Core 大小核的概念。我们以 G176搭载的 i9-19000HK 为例，就是透过6个 P-Core 效能核心 Performance Core 以及8个 E-Core 效率核心 Efficient Core 组成的14核架构，总共达到20个执行序。P-Core 的最大频率达到了5 GHz，E-Core 最大3.8 GHz。当然 ，Intel 除了换上最新的架构之外，如何让两组核心合理的分配在不同的场景还是蛮重要的。所以 ，Intel 也同步推出了一套叫做 Thread Director 的技术。简单来说，系统会自动辨识软体的需求以及特性，自动将不同的处理需求进行分配。这也是前一阵子12代刚登场的时候，大家最常测的实况主直播游戏场景。透过 Thread Director 技术，系统就会自动把游戏交给 P-Core 处理，而负载较低的直播软体就让 E-Core 去跑。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要发挥12代处理器的最佳效能以及 Thread Director， 目前搭配 Windows 11可能还是比较好的选择。而在内显部分 ，i9-19000HK 也换上了 Iris Xe， 并且是拥有96个 EU 的版本。这组内显邦尼去年就测过了，拿来玩主流游戏绰绰有余，也是去年让11代轻薄笔电就能够顺跑游戏的最大功臣。而换上了 Iris Xe 12代的处理器，除了日常看影音更游刃有余之外，对于专业软体来说 ，Iris Xe 也可以辅助 GPU 加速。整体来说，12代整体的表现，今年邦尼测下来的感想就是效能有感提升，并且是能耗比更好的一代处理器。记忆体部分 ，G176也是采用了12代支援的 DDR5 4800 MHz， 2条16GB， 总共32GB 组成双通道。储存空间部分，搭配的是 1TB 的 M.2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数据表现依旧非常不错，分别达到6700以及4800 MB/s。接着，邦尼就直接进行实测。首先看到 Cinebench R23， 可以看到12代的处理器表现真的非常强势，跟上一代已经有一次大进展的11代 i9 相比，单核的提升来到了 19%， 多核的提升还来到了 34%。如果是创作需求的朋友，12代强劲的单核效能，在一些即时预览上的表现会来得更好。而若是隔代升级的朋友，跟10代 i7 相比，单核的提升更是来到了 54%， 多核达到 77%。这一代最惊艳的是，12代笔电平台的效能表现已经超越了10代桌机平台，相比单核的差距达到了 34% 的提升。重点是多核表现已经微幅领先了 i9-10900K， 可以看到12代的 Intel 真的算是有认真。而在 Crossmark 当中 ，G176 则是拿下了1959的总分。Crossmark 是一套跨平台的测试软体，会分为生产力、创造力以及反应3个指标跑分。以 G176 接近2000分的集聚来看，这是目前笔电端非常靠前的表现。接着，邦尼也直接帮大家实测专业性能的表现。首先是一般 4K 剪辑需求的测试，采用的是总长10分钟的 4K 原片，并且经过简单的调色以及混音，最后进行 4K 输出。采用的同样是 NVIDIA Studio 版本的驱动，一般使用者可以参考这个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G176 的测试结果是邦尼资料库中前几名的表现。受益于12代 i9 强势的多核效能，搭配上 G176 满血版的 RTX 3080 Ti 的 GPU 加速 ，G176 只花了168秒就完成了输出。这个表现除了相较起11代 i9 搭配 RTX 3070节省了 32% 的时间外，跟12代 i9 搭配满血版 RTX 3070 Ti 比起来，也快了 8%。跟10代桌机平台相比，甚至快了 28%。接着，我们实测重度剪辑，会以邦尼这类高效能需求出发。测试内容包括全 4K 素材剪辑，以及非常重度的 AE 动画、调色、混音以及多轨剪辑都会来得更加复杂。从测试结果来看 ，G176 也是反超10代桌机平台，15分钟的重度影片，14分54秒就输出完成，这完全是笔电端专业效能正式反超的一代。接着，我们看到 GPU 部分 ，G176 搭载的是 NVIDIA 新一波的 RTX 3080 Ti， 在 MSI 的调教下，最高频率达到1640 MHz。瓦数部分，这一次透过 Dynamic Boost 也直接拉到了175瓦，在 MSI Overboost 的调教下，系统最高可以达到220瓦，也就是45瓦的 CPU 以及175瓦的 GPU 瓦数，总共220瓦。邦尼先前也有提到过 ，RTX 3080 Ti 搭配的是16GB 的 GDDR6 记忆体，对于大型专案的创作需求来说会是更充足的。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G176 也支援了 MUX 独显直连，只要在 MSI Center 中就可以开启，帮你也快速提供一组开启前后的差异。可以看到，在 CS:GO 这种对于延迟和帧数敏感的 FPS 游戏中 ，Full HD 之下 ，MUX 开启前是平均354帧，开启后达到了491帧，提升达到了大约38%，差异还是蛮大的。独显直连还是可以很有效的释放 GPU 的效能。接着，帮你也进行游戏实测。首先看到 3D Mark Time Spy G176 拿下了13138分，相较其满血版的3070 Ti 有着13%的提升。若是150瓦的 RTX 3080相比，也有着7%的提升。若是以90瓦的3080 Ti 相比，提升则是来到了29%。瓦数对于 RTX 30系列显卡的效能释放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而在散热上 ，G176 同样是透过两侧以及后侧4个出风口进行散热。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每个出风口也都采用了散热极片的设计，采用左右2组的风扇，并且覆盖6组的热导管。帮您实测，这2组风扇在极速模式下全速运转，大约落在57分贝左右。不过在一般使用下，风扇相对保守，可以达到忽略的程度。而在压力测试上，邦尼也直接跑 3D Mark Time Spy 20轮测试。稳定性达到 98.8%， 全程 GPU 温度大概落在67度左右，而 CPU 则是控制在60度。邦尼的实际测量机身温度，正面最高温落在了机身中间，达到了 38.3 度。游戏常用的 WASD 按键区域则是 28.4 度，键盘区域最高温也控制在 34.3 度。整体来看 ，G176 在散热表现上非常不错。接着，邦尼也进行游戏实测。第一款来测基本的古墓奇兵暗影，在最高设定的 4K 极高画质之下 ，G176 也没有太大的压力，可以达到平均64帧。开启 DLSS 之后，更是可以达到114帧。2K 极高不开 DLSS 就已经接近120帧了，开启后则是154帧，算完 4K 是没有问题的。接着，邦尼一样来测最近登场的几款热门大作。首先是 God of War 战神，在 4K 极高画质之下，可以达到51帧。开启 DLSS 之后，可以再提升25帧左右，达到平均76帧。接着是 Ghostwire Tokyo 尾线东京，在 4K 高画质之下，平均可以达到66帧。开启 DLSS 之后，则是有破100帧的表现。如果要开启光追的话，2K 高光追会是比较平衡的选项，可以达到平均49.2帧。而如果是开启 DLSS， 则可以进一步达到顺跑的89帧。接着 Forza 4一样是没有什么压力 ，4K 高画质可以120帧跑满，4K 超高画质又117帧。最后就是效能测试软体 Cyberpunk 2077，在 4K 高画质之下达到28帧左右。开启 DLSS 之后，则是达到53帧，4K 中画质则是54帧左右。2K 极高则是顺跑了60帧。如果要开启光追的话，2K 极高光追之下平均29帧。开启 DLSS 之后达到71帧。Full HD 极高光追则是平均46帧。开启 DLSS 之后达到94帧。所以整体来说，在不开光追的前提下，4K 中画质再开 DLSS 会是比较均衡的选择。开启光追的话，2K 极高光追搭配 DLSS 稳住帧数，可以达到顺跑。续航力部分 ，G176 搭载的是99.9瓦时的电池，在邦尼的续航力测试当中，连续播放 Full HD 影片1个小时，大约消耗40%的电力，耗电速度会是比较快的。而在 PC Mark 10现代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当中，拿下了4个小时14分，毕竟是真效能比电，电力表现就相对中规中矩。在充电测试中，邦尼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330瓦充电器，1个小时充满50%，2个小时充满90%，最后的10%则是进入慢速充电，耗时2个小时52分。可以看到 MSI 在充电速度上还是比较保守的。稍微可惜的是，目前邦尼实测 G176 似乎不支援 PD 充电，出门的选择就会比较受限一些。最后的时间，邦尼也一样提供所有的跑分测试供大家参考啦。而在音效体验上 ，G176 拥有4个喇叭，
其中有2个 woofer， 最大音量大约落在88分贝左右。以下帮你提供一段实测供大家参考。整体来说，这一代的 G176在效能上，除了搭载强势的 Intel Core i9-12900HK 之外，搭配的更是满血版的 RTX 3080 钛显示卡，再搭配上 Max 独显直连，在效能上就是真的强大。而在显示效果上 ，G176采用的这块 4K 120Hz 的萤幕，在色域覆盖、色准都表现得不错，重点是亮度也很足。不过在整机的 layout 上就会相对中规中矩，会是一台规格拉满、均衡使用的机器。好啦。本期的节目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你想知道的，欢迎底下留言讨论。如果喜欢本期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Instagram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